可算逃出来了，多亏有这些油环。道友，在这坍塌的仙兽府内，现在怕是只剩下你我二人了。此地既已坍塌，道友不寻出去之路，为何要到在下所在之地？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孙雷。刚才的一幕，道友想必看见。不怕你知晓，孙某并非大罗剑宗之人，而是混进其中，只为杀人夺宝。道友再上前一步，在下可要出手了。此人只有化神初期，身势却无比强大。若非师门传授的功法特殊，可以搜寻强者身世，我怕是连他的踪迹都察觉不到。是了，他定也是隐藏了修为。道友，方才的洞府之中有3件仙宝，其中1为仙玉，2为仙剑，3为金色铁片。不知道友得了几个？仙兽之粮回来的太快，一无所获。动手胜负难料，不如邀请他一同闯洞夺宝。到时面对仙兽之粮，大有除掉此人的机会。道友，那仙玉是无数年来仙界之气凝结而成，可谓是无价之宝。那金色铁片，在下猜测应该是某个防御类仙器，而最珍贵的还属那把仙剑。仙兽之粮众多，获得这3件重宝难上加难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哦，我为何要帮你？在下只要仙剑，其余2物全部给你，如何？仙剑，在下不要；其余2样物品，在下也无兴趣。那道友意欲何为？若非此人隐藏修为，该将他即刻斩杀，以绝后患。孙道友，想要在下豁出性命帮你取得仙剑，仅仅是2样空口无凭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看道友来此之前，对于半空中的那些空间裂缝，好似预先有所察觉。迷寻诀，此物是大罗剑宗的神通之术，送与道友，又有何妨？道友果然爽快，那在下也不扭捏。你3师兄储物袋内那青色的葫芦给我，我便冒险与你一趟。道友不要为难我了，那洗灵壶乃是孙某之所以混入大罗剑派的必得之物。若是道友真助我取到仙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洗灵之木。此木虽比洗灵壶略有逊色，但同样具备吸收仙界之气的功效。道友带路。那黑色仙粮，定是吞噬了那尸骸的肉身，又有仙宝滋养，拥有了此般道行。此地的仙界之粮众多，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2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粮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开始吧。
你我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糟了！此刻我灵力耗尽，他若是动手，罢了。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粮面前，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向那畜生报断绝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道友，在下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给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仙兽之量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制守护。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非精命，也不是不可破。万物失血，不可能8息就缩血。那个混蛋！机关算尽。
果然认识我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雪域天之娇女，谁人不知？不说，那今日便留在此地吧。这是意境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区区化神初期，不做挣扎，能有无痛之死？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从不信天命，他已经走了。不对，若是我迷失在这无情意境之中，恐怕从此以后便会成为一个再无情感的杀戮者，生死任凭他一念操控，一剑之下就能风动情感。这天之娇女的意境霸道如斯，若不能破她意境，今日凶多吉少。这血生于天，便会死于地。听说红蝶姑娘从凡人修炼到化神后期，只用了区区100年，可这100年却是凡人一生。不知红蝶你的父母可还健在？红蝶，不知你父母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子女？若是没有，那么岂不是无人送终？人有不孝，此为其一。不知死活！你的意境太弱。他的意境没有崩溃，而是散开了。但只要杀了他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可以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血域冰清诀，已无情味道心。当年我便有此疑惑，以红蝶不过100年修行，任凭天资如何，情感不可能完全磨灭。情不灭，道心自然不稳。莫龙镜，开！区区化神初期，却懂得坏我道心，此人绝不能留住。主子，那个女人修为比你高，你怎么还明目张胆的飞着跑啊？她要追上来了！你跑不掉。哎呀，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跑啊！不跑了。这是
拥有传送阵法，看来此人身份绝不寻常。而且此人道法非凡，胆大心细，意境诡异，法宝更是层出不穷，定是朱雀星上的某个5级修真国全力培养的精英弟子。这空有感悟的一掌，真唬住了红蝶，否则以我和他修为差距，恐怕难以脱身。一掌便让我灵力耗尽，这仙术消耗也着实惊人。空间裂缝。哎呀，上头是裂缝，下头是岩浆，就算有宝贝也毁成渣子了。大罗剑宗即在此修建传送阵，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此地十分诡异，若我孤身潜入，过于危险。找一地守株待兔，方为上策。果然来了。三师兄，这里就是当年的仙兽府吗？没错，此地是当年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，被师祖老人家偶然找到。千万年来，此地毁坏严重。六师弟，你刚刚化神，一定要注意空间裂缝，时刻运转迷熏诀。这迷熏诀，想必是可以避开空间裂缝的秘法，在这仙界大有作用。进入洞府之内，便无法使用瞬移，一定要小心。